欢迎来到米 K 频道，谈男子谈面线频道。今天想介绍的是在云林西螺的西螺大肠面线。我终于吃到这间了，其实蛮早就想来吃了。它刚好就在西螺转运站这边。那我点了综合的面线，它吃起来汤底带有鲜味，还有柴鱼的味道，它有细微的油葱的味道，它是中等的勾芡哦。里面可以看到肉羹，这肉羹的话有一种肉丝的感觉。那可惜它这店里面啊没调味料可以加啦，也有看到这个豆瓣酱，不过我不爱。辣粉的部分它有这个辣粉，但是没倒几下就没了，东西都没有装满，有点可惜啊，没办法再做调味。那它的大肠的部分是蛮有弹性的，猪味，它卤制的还蛮入味的哦，咸度很高。那它有几块带有一点苦味啦，那甚至带有一些香菇的味道。整体来讲的话，其实口味是不错啦。那为什么评价这么低呢？这有点态度问题吧。就是我一进去要点餐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有点被打扰的感觉。可能他原本的个性就是如此啦，就是反应可能原本就这样子了。里面的美眉也跟我学这种不要理客人的那种风格啊。我们吃完走的时候，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不理我这样子。的确，这些反应可能会让被误会成有点不屑客人的表情跟态度。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。今天想要聊的是一本书哦，我的心得分享。今天看的这本书叫做《怪奇人体研究所》，它的作者是这位。书里面有谈到啊，我们人体啊有些退化的遗迹，像是阑尾、尾椎，就像腹肌哦，连腹肌都是一种鱼类普遍的特征。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结缔分娩的肌肉，他说这是演化的遗迹。还有我们的动耳机啊，像吕贝卡，它的那个耳朵能够听不同的方向嘛，就是提供警戒用的。不过对现在人类来说，就有点毫无用处的感觉。那作者还有提到，人类对颜值的向往，一般漂亮的人都不是很吃香吗？其实漂亮是我们人类倾向于平均脸，越平均越对称没有特色的脸其实越好看了。其实是基因在喜欢，我们的基因喜欢这样子。那这目的是为了要避免突变。里面还有讲到一个，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冷门知识啊。里面还有讲到一个，我们的人啊的鼻孔它其实有通气周期，左右两边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有一边比较通，有一边就没有那么通，他们不会同时都非常通，就蛮神奇的。为什么是要这样子？因为其中一个要休息去养精蓄锐，就一个工作一个休息。那这个好处就是可以保持你的鼻黏膜存在。那你的空气呢可以潮湿又温暖，否则如果两个鼻孔都疯狂通气的话，很快就会干涸了。那书里面还提到啊，孩子不喜欢吃苦的原因，因为其实在基因里面啊，苦就等于毒嘛。远古的时候最直觉的反应，那植物呢，它都产生一些毒素来避免被吃掉，都是天性啦。那后来成人就发现有些苦是杀不死自己的，那我们对苦的接受度就更高了。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嘛，像有些猴子啊，它能够去吃苦的树皮，它们对苦的树皮有耐受度，这样就会更有利于它们的生存。那人类其实经过训练之后得到了知识啊，有新的认知，所以现在我们甚至从苦的食物里面也会得到乐趣。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苦中作乐。当然这一切跟成人的味蕾慢慢退化到吃不出苦味也可能有关系啦。书中还提到，人类其实不一定喜欢苦哦，因为苦不像辣，它会引发愉悦感。其实我们是喜欢这个组合啦，只是刚好里面有一些苦味，像是啤酒、巧克力啊，它这里面的苦啊，其实是综合了其他元素啦。那我们甚至吃到苦的东西的一些回甘的感觉，有可能只是一个口腔的错觉。这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感想分享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拜拜。